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我们聊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啊！它的这个历史伟大与辉煌让这一个看似普通的这样一个城市对我的这个心理感受这个冲击特别大，所以我是急不可待的呢。今天呢，我们3个人觉真、坤提，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地方。那各位网友朋友呢，有问题你就及时提，好吧？但是呢，大家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最后呢有一些福利，有发奖，好吧？希望你别错过觉真你们俩都做好准备，好吧？做好提问题的准备，好吧？对，那这个地方呢，它的英文名字叫伊斯坦堡，也叫伊斯坦堡、伊斯坦布尔，因为翻译有2个版本有这个名字这个地方非常神奇，有问题吗？这个城市在哪里呀，师父？在哪里啊？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难了就是中国北部，意大利旁边其实它是一个。它的这个国家呢属于土耳其。那么土耳其呢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地图才知道它应该是在那个叫地中海附近这个边缘上头。那么它的北侧呢，那面呢，北侧偏西北的方向呢，可能是这个那个叫什么国来的？希腊。西边是希腊。对西北方向是希腊。对。还有保加利亚。对，它这个，但是它这个城市呢，所在地呢，正好是亚洲和欧洲连接点。所以是跨欧亚2个大洲的。就光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它本身呢就是跨越了这2个大洲。亚洲和欧洲，感觉好像像一个大富豪似的。看我家的这个地对，亚洲也有，欧洲也有，对，很厉害嘞。它的历史的这个知名度那倒退1000年前的话，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神圣的国际之都它是这么个地方。对。当时我记得师父也是很幸运跟师父去那里参观游览，然后呢也听当地居民很多人，因为它有亚洲区也有欧洲区嘛，很多人是在欧洲区工作，在亚洲区居住。对，所以他们早上去欧洲，晚上回亚洲。这多牛呀！也不用买机票。对，每天横跨2洲。对，就是这样。那我是没有去过伊斯坦布尔我代表广大的网友，肯定我们听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是。那这些他就是跨2洲上班的这些人们，我想问一下，那是住欧洲那边的人多呀，还是住亚洲这边的人多呀？好问题。据我了解是亚洲住宅的比较多，因为亚洲的这个居住相对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它这个呢，它的价钱与哪个州没关系。它是与这个地方、这个城市都属于本身的城市建设开发有关系。咱比如说早50年开发的区域和因为还有一个部分呢，这个没怎么开发。那么在当代来说呢，这个建筑开发商或者是这个政府呢，他觉得这个比较便宜的这个区域，我再进行改造、收购、再建的话，就这个成本比较低嘛。所以呢，就是早的这个老高楼就不吃香了。变成哪里房子低，收购哪一块地。因为这个居民越少，它的麻烦就越少。对。所以成本就低嘛。所以早发展的，你等等吧。早没有发展的，这现在就是一个好时机。反而发展起来了。对呀。这个市政府呢就会说，那你买这块地，我们在盖这个高楼了就成本又低而且也该改造了。对。所以它不分你是在亚洲还是欧洲。其实没这个差别。
好的好的，那了解了。是。刚才师傅还讲到嘛，说这个伊斯坦布尔1000年前都世界闻名了哈。对。那师傅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好不好？好的。那再话说回来哈，因为话说回2000多年前了哈。对。那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有一个超级大帝国哈，你们猜猜应该有印象，亚洲、欧洲附近的那个大帝国。罗马。对，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时期的话呢，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区域，就是它都属于这个大罗马帝国的其中一块版图。那再往后走一走呢，大概到了1700年前，1700年前啊。1700年前就是公元300年左右。公元300年。那比如中国那个时候呢，是到了汉朝的尾期的时候。对，可能要经历三国时期。我们讲三国故事，中国在那个三国故事这个时期，那他们这个罗马帝国呢，因为发展太鼎盛了，那么罗马帝国有版图有多大呢？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地图哈。就是第一个，它几乎全部的欧洲国土都属于罗马帝国。那再往北呢，再拐个弯呢，往北往左拐个弯呢，就是非洲的北非一大部分，也都属于罗马帝国。到亚洲像什么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啊，甚至是阿富汗，可能有一些这个地方，它都属于罗马帝国。太庞大了。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最后那个罗马帝国的君王啊，都觉得管不过来，太大了，太大。细节我们之后再说哈。太大之后说这么着，我们分个东西两边分管吧。就最后又分出了，在1700年前哈，大约分出来了一个叫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变成是2个朝廷、2个行政领导班子来管。那也2个皇帝喽？对，2个皇帝。对。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就是现在的罗马城，意大利罗马。意大利这一块。意大利罗马。那东罗马呢，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那个时候呢，叫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堡。对，这个我们也好像听说过啊。对。但是如果有一点点概念的话呢，你看过早期的一些罗马帝国的电影哈，叫君士坦丁大帝，有这个说法哈。那君士坦丁大帝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开创了东罗马帝国，等于是。对。东罗马帝国的建首都呢，就是在现在的伊斯坦布尔。那个时候叫君士坦丁堡。所以从公元300年到现在，真的是1700年哈，哇，这个城市的历史太悠久了。之后呢，我们会讲一讲这个关于罗马帝国的一些特殊人物，就他们的一些伟大与辉煌哈。好啊。那我了解了之后，真是叫震撼，甚至无比的震撼哈。尤其是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周游列国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就是又更深的去查询了它的这个历史哈，听当地人讲历史的故事，就被震撼到了。好，那我们网友有福了哈，期待师傅日后来给我们讲解一下。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哈，就1700年开始，1700年前开始，那么这个君士坦丁呢就开始建造这个所谓的首都，就是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因为它成为就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首都城市的话，就是国王住的地方嘛，就是它中央行政机关住的地方，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生活方便。那在1700年前，现在人类看的话还比较偏原始状态的比如说1700年前呢，我们在小时候在我们家乡，那是吧，这个很多女人都光着个膀子夏天吃饭呢，光着脚丫子哈，那个门窗那个都是很原始的那个状态哈。那么世界上很多地方
去播种粮食的时候，就拿一个棍子或者拿个竹竿往地下啪一插，插个洞在地里，完了往里扔个种子，就是这样，非常原始吧。可是1700年前，那这个城市有多发达呢？先说说他那个所谓的那个时候皇帝建的，保留在现在的地下水宫。我们地下什么？是水宫，水宫，就是干什么的蓄水池，哦，是哦，地下蓄水池。那上面是皇宫，那现在的皇宫呢，因为后来的战争啊、地震呢，可能没有了哈，就是因为战争的问题。可是地下水宫与上头打仗没有关系嘛，因为大家总得要喝水啊。那这个地下水宫有多大呢？有多大？这地下水宫啊，它有1个半足球场那么大。1个半足球场。对，哇，那其实里头都是水，对，它对啊就是蓄水池，看着蓄水像一个池啊就是装宫殿一样水的呀哈对，还是养鱼的。现在大家看到的照片哈，都不是人做的照片，是我们亲手拍的照片呢。是，它那个地下那个，为什么叫宫呢？就像个大宫殿对，都是大高柱子，石头柱子。 ，10来米高的柱子。啊、哦，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它是它是一个大池子还是好多池子？现在我们看到所谓皇家修的这个呢，就是1个大池子，哇，一个大池子那么大，就1个半足球场那么大。那它的这种建造技术，因为水其实是很重的，它的那种承受力哈，还有防渗漏啊这些，说明它技术非常高啊。到现在也没变形啊，哇，是我们现在还可以蓄水啊。对，现在还在使用。如果用没有，哦，他为了保护它，说干脆我们不用它了，因为现在用自来水那一套嘛，而且城市也比较大，现在城市1500万人了，它的固定人口1500万，所以你不能用这个了，是啊，只能用现代化的蓄水池哈，就是咱们一般就是河流那个蓄水池，啊，不能用这个过去1700年前的蓄水池，啊，那么这个城市呢，在那个时候有82个这个池子。但是不是都这么大？哦，底下民间用的可能会相对小一些，而且他们做了个非常大的工程哈，他往一个附近的山里头一个泉水小溪引流过来往里灌，哦，让它4季啊喝水啊、洗澡、生活用水啊都能解决。对，太厉害了。就听说这个池子如果灌满的话，能灌8万吨水，师傅。就是说当时是什么概念？就是当时这个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是差不多50万人嘛，50万人1个月的生活用水，就不光是喝的水，生活用洗澡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就是家庭用水，都包括进去，可以用1个月。哦，那他当时那个水，它存储在这儿，那每家每户是像咱们中国不是打到井里边去打水嘛，然后提着一桶一桶的，这是他是怎么取水啊？这是个好问题。这个哈，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有水桶了，比较方便的。从他这个附近哈，取了水，取了水之后呢，就是有的担回去哈，哎，这是我个人认为的。真的啊，集中供水。对，但是按照那个大约中东地区哈，还有一种叫干井子，就是它顺着这个坡度哈，建立一个很小的小水沟槽，能流到上千里。就也有这样的一种供水系统。哦。那么他可能当时有做这样的工程，因为在当代因为不需要了哈，对，已经看不到了。哦，对，真神奇啊！我们先说回这个城市的建设哈，光民众用水，你看就这么先进。我记得我在像1970年左右，我们家乡河北省哈，我们那个吃水的时候，还是村边缘上打了一个土井下去。对，土井的壁上呢，用砖把它垒起来，是一个圆形的，上头口小，底下肚子大一点。但是因为挖到的地方呢，有人侦测到底下可能有泉水冒出，这样人们就用那个井水，井水，用这个井水来喝水哈。对，那供全村人使用，你还要走很远。但是它的这个出水量是有限的。对，那比如说有大仓库着火了。从这里来取水，赶快去救火。我相信明天大家就没水喝了。是，就是这样就不够了。对，而且旱季的时候，它那个水面就下降了，对，就少了。而且这个水只能供村里人食用，洗衣服多了或者用它浇地都不可以。对。
所以他这个蓄水池之大哈，共50万人用多久？1个月。1个月，哇，这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所以说它这个地面上的建筑呢，你可以想象有多么豪华。就是啊，地下更难啊！我记得师傅说，嗯其实地下建造比地面难10倍呢。是，尤其是在古代哈，越往古代走就越难建地下的工程，对呀。这是一定的。它得挖多大的这个对地基？你看地下修那个巨大的陵墓哈，嗯，如果地下陵墓修一座房子那个样子，它用的这个价值哈和难度，就是地面表面上的这个建筑是10倍的难度。光地下冒水这件事儿你就解决不了。就是渗水问题嘛。再加重压沉淀呢。对呀。之后上面就坍塌了呢。对。所以人家保留到现在都很好。对，就这个还在电影那个《007》里面还出现过呢，就是这个地下水宫。007也在这儿游过泳哈。是在这儿划过船。哦。看这个还真是。哇塞。对，而且这个凸显了他们那种当时的建筑的这种能力哈，是非常非常的先进。那我呢喜欢研究建筑也，所以他用了大量的拱形建筑，拱形的梁、拱形门、拱形窗户，就连它的屋顶都叫拱形，就是极大的加强了这个横梁支撑的能力。哦，就拱形。就您说的是这个地下，您说的是这个地下水宫，它的那个这个顶，对，它的屋顶，这个顶，为了加强它的支撑啊，因为上面还有地面上看不到有个水库、水宫啊，上面要有人要走动啊、做事儿啊，说不定是皇宫的院子啊，哎，对，不能影响。那是不是说那种拱形的顶要比那个横梁的顶要更结实？我觉得要牢固度哈，支撑力要超过3倍以上。是哦，这样它取材也容易，都是碎石材、砖头都可以把它垒出来，不用那种像咱们必须有一个很粗很长的一个大横梁了，不需要，这个材料一下就节省，又节省费用，而且支撑度还高了。哇，真先进！甚至说你越压越结实，很先进。对，那再说地面上，对，现在保留的一个伟大的工程哈，那个就厉害了，这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建筑，叫圣索菲亚大教堂。我们看一下图片。哇，这个有多大呀，师傅？这个多大呀？我都很难说它有多大了，非常大。哎，我们就是绕了2个小时才绕出来。哎呦。对对对，我记得它里头那个厅哈，它里头那个厅，你看上头有个大圆顶嘛，像扣了个锅一样，圆帽子一样。对，那个厅的下头就直通地面。大家看照片哈，你看它是有55米高，55米就形同于现在18层楼高。对呀。对，那完了这个人呢，这个照片是真实的哈，这是我们照的，底下的人就那么渺小。别忘了，这是1700年前建的呀。就这么大。大家看哈，上头那个像锅盖一样的那个圆顶子，大家都不知道它肯定有多大，在照片上很难看到。光那个顶子是直径哈，就笔直的划过去是31米的跨度。31米的跨度，没有一根大横梁。下头也没有柱子。那对它柱子一定是有的，都在侧面。边嘛。这是光在上头。关键这个大锅盖你知道多重吗？对呀，没有31米直径，那肯定很重啊。就是1000吨到1200吨之间。哇。那它是什么材料？不可能有。你问到点子上了。对。你还是挺有智慧的啊。我们在亚洲人，我们华人肯定都不知道的一种那个时候的超级建筑材料。是啥？叫做罗马帝国水泥。哇，他们那个时候就有水泥。他研发出水泥来。火山灰。加芝麻膏，加香油，加酱油反正我说的偏方是不对的哈，那个适合炒菜。他这个一个秘方，现在专门有研究人员研究不出来。失传了。那个顶子，我们还看到很多地面
还有这个砖垒砌中间那个泥巴，都是由这个罗马帝国的水泥来给它连接起来的。所以那个顶子就形同于慢慢铸造出来这么个顶子，就变成它是一个整体的大锅，可它重量1000多吨。哇，真厉害！是啊，柯女士，你有去这儿是吧？我有去。那你站在底下往上看，什么感觉？脖子都疼了吗？头晕。没有。对，就是感到很震撼，然后也很神圣的感觉，因为这是一所曾经是大教堂嘛，哈。对。对。太大了。1000年以上历史的这样的，所以在里面还是非常震撼的。那里边黑不黑，亮不亮，有没有灯？其实光线采光很好，我发现。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采自然光。是啊。你想现在用电灯才不到200年吧，这100来年，对不对？那以前用火把嘛。那火把也不行啊，这个太大了。所以呢，白天呢，大约基本上能照明就是它有做了很多这种采光的窗户。哇哦，真是好哈。对，非常的漂亮。对。其实里头还有震撼的它的建筑材料，很多都是铺的大理石板，甚至墙壁上都是铺的大理石板。是。地面上10几公分厚的整块的好几米长的这个大理石板。它本身的承重能力非常强。对。它土耳其也产这种大理石。产。哎呦，真好。但是还有更神秘的石头。比如说吧，我们走着走着说有青绿色的柱子。就有人说了，这个柱子，这个石头，这是从埃及运来的。国外进口的。对，走着走着有偏红色石头的柱子，说这个可能从意大利运来的。对对对，它这个石头柱的建筑材料有很多还来自于世界各地。它故意这样的是吧？对。当时罗马帝国版图其实覆盖了所有的欧洲嘛，它从欧洲各个国家甚至非洲过来，或者是给它进贡的国家。并且呢，就在这个圣索菲亚教堂外面就现在矗立着一颗超级大石头柱子，上头雕刻的全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符号。大概有几十米高那个石头整块的特别大，说那个石头就是从埃及给运来的。对。我们肯定没法计算埃及到这个伊斯坦布尔有多远吧？对。当时的条件怎么运来？那得多大的船？那么重，那么长，那么高。现在还立在那里头，你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对。但是是真的。是真的。你像把宝剑吧对。那你看底下真正站在底下的那个人有多大呢？很小。照片中那个红衣服不算他离他远。是。在那个柱子下头那个位置才是真正那个比例。好几十米高。对。我们现在目测看的话，至少也得40米。那个石头柱子多沉呐！那也应该是上千吨也是。对。别说是古代就现在运它这么大的石头都非常艰难。对。难呢，肯定凿成若干块。这个是整体一体的哟，我都看了。就是一体的。我们仔细的找看看是不是拼起来的。对。没找着。对呀，我们检查质量问题是不是给锯开了？锯开了之后回来再拼上，不是，完全是一整条。它怎么立起来的呢？对。所以圣索菲亚教堂里头的很多大石头、大柱子从世界各地运来的。这个教堂当中从建筑学来中当中在1000多年前，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建筑师就完全非常精通熟悉的掌握了有一种建筑技术，叫做拱形建设。厉害，非常的厉害。那咱们中国有这种拱形的建筑吗？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一个叫赵州桥。对。13孔赵州桥。甚至说北京颐和园也修了个桥，13孔、17孔桥都是拱形。但是中国那个要晚，但是它的规模用拱的程度还是最早期比较单纯的。在中国用拱形建筑，通常我见过的可能我那个时候年龄小吧，但是在我的印象之中只有一个拱形的窗户或者拱形的门，没有像他们这样的整个是一个叫做拱形套拱形的一个建筑。对。
它的底儿是拱形，侧面都是半拱形那样对支撑着上面。它留的窗户都是拱形，对就是你让它倒都很难。对啊，它用拱形这种类似于圆形的东西啊，它把自己还支撑了，还支撑上面的东西。哎，师傅，这张图就看起来有点外星人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受到了外星人的这个启发。是吧？真有可能哈。对，咱们网友也说呢，说是不是外星人帮着建的，像个飞碟一样。哦，你看它旁边的那个，我不懂，这叫附属的那些建筑也是拱形，都吧？它是一体设计建造的。它互相支撑的意思。对，这个听了让我心驰神往啊，真的是很想去看一看。而且它整个里头呢，上去有个走廊哈，你走廊它铺的石头哈，还有人行路和马路。分开的。那个将军和君王哈，可以骑着马走进去。不滑溜。就室内的这个走路都是可以马进去的。是哦。室内的。你往上走的话是斜坡嘛？对。但是它是往上走的这个路上呢，马今天走都可以，不会滑。您是说就是从外头往那个往里头走，到了教堂往上走的，往上走的时候，你想上头高嘛？那它往上的盘旋路呢？它修了有马路。就是马踩上去不会打滑。想不到吧哈？考虑的很周到。那是铺的啥呀？也肯定不会是柏油沥青了，对不对？石头。石头。就是比较不滑的石头。真厉害。想不到吧哈？想不到。那听这个名字圣索菲亚教堂，听起来应该是基督教的感觉哈。那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堂？现在就谁管你信的神啥就改成那个教堂。现在是清真寺。所以它历史上有一个转变。对，因为现在当代呢当代这个土耳其换了一个总统嘛。这个总统据说他想拉选票呢，让更多人投他的票。他就说，你就把1楼有时候来礼拜成为教堂。其实，在过去的话，就是游客来看一看，当博物馆的一个地方。对，就是后来就是有清真寺的这个意思。对，它的历史很好玩哈。所以这个它的辉煌的历史哈，大家看它侧面的柱子哈，可能某些石头、某些柱子就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大石头。哇，太神奇了！很了不起的。对。那个墙面的柱子都好几节那么高哈。对，很多层，但是每一颗柱子本身就是一条，独立的，就是一条大石头。所以在古代没有吊车哈，你这个石头怎么吊上去的？是呀，而且上台雕刻很多镂空的花，还雕刻。对，非常漂亮。对，还有说皇帝站的地方要说话，整个楼里都能听见。那人家这个声音系统还很科学，而且很科学。还有从人到度过苦难，再到能够到天国，还设计了这样的一种回旋式的走廊。厉害嘞！它上面的那些就是画作，师傅也是特别的精美哈。那哪叫画作呀？壁画。那是超级壁画。这个壁画大家看到的哈，是1000多年前的哈，用微小的小到像花生米一样的小颗粒的马赛克。那马赛克是啥呢？对，一种彩色玻璃。主要是彩色玻璃。他们烧制出不同的彩色玻璃来。而且用的很小的，就往上贴，把它拼出他想要的这个图形。现在颜色还这么的鲜美哈。你看那个黄色上头里头人家制作的时候贴了金箔，现在把它洗干净之后还是像金光闪闪发光的。对。真厉害。1000多年过去，你看到它的时候就是感动的。也不脱落。不脱落。它每一幅画每一幅画的高度它很多幅画。那这一幅画的高度可能有5米高。叫仰视这样子。对。是。所以也是嘛，这个神灵嘛我们都要仰视恭敬的去瞻仰啊。对。那现在师傅说他1楼有的时候也做礼拜什么的，昆弟世界你们进去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戴个围巾呢，还是怎么样的？是。对。当地习俗所有参观的女士都要戴头巾才能进去。是。女士必须把头发包起来。等你出去之后就可以摘了。
对，它有个就有一个入乡随俗吧，对啊，就是这个，不管哪国人，女士一定要包头巾，是，对，真是有意思。啊，里头可以说非常的就是大气啊，雄伟，辉煌对，啊，所以呢，就是当人走进去的话，尤其是从1楼里进了门走进去，啊，再往上仰望的时候，那没有人不感动，就觉得哎呀，我们怎么这么渺小？真的，尤其是在1000多年前，啊，我们家的房子都不到2米高，就是呀，我们走进去，人家这屋顶55米高，哇，厉害。对，而且用的材料都像天堂一般，啊，所以人就会被这样的一种气势哈，就给震撼与征服了。对，嗯，臣服啊。对，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其实一定要去一趟这个城市哈，好，一定去这个城市，必须去圣索菲亚教堂，哦，真是震撼的。是，对，了不起。太好了。嗯，那师傅，那个1年4季之中，什么时候去这个伊斯坦布尔？天气各方面都比较好啊。它算是北方气候嘛哈。啊，对，我觉得有是4季哈。我觉得最好别最热的不要天，太热，就是8、9月份儿别去吧。哦，我觉得像4、5月份儿通常是最安全的嘛。如果你身体素质好，不怕冷的话呢，其实冬天去也可以。哦，啊，像那冬天也不会太冷，也不太冷，可能就是温和的冬天。 0度左右，啊，那0度0度上下哦，这样子哈，不会太冷。哎呀，真好，好的，以后希望以后有时间去。哦，嗯师傅，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欧亚跨桥？对，跨大陆的我们这是在这个皇宫他们之前的哈，就是150年前的皇宫。哎，哦，皇宫呢，哎，这个围墙那儿呢，我的背后那里是亚洲区，哦，跨越了这样一个算是一个海道，您现在站在的是一个欧洲海峡区对，博斯普对鲁斯欧洲海峡区哦，完了之后看到，哎，我的身后那个位置呢，就是亚洲区，哦，哎，对，很美的。哦，那个海峡多宽呐？哦，我觉得有3公里吧，哦，那么宽啊。它每个地方不一样，嗯你要过去要坐船也有桥，也有桥，也有地下隧道。哦，对，OK，是，真好。好，这个城市横跨欧亚哈，师傅，它一定是一个贸易相当这个繁华繁荣的这个都市哈。是。啊，所以呢，讲到这里呢，哈，这个贸易问题哈，我要给大家推荐哈，说这个地方有一个贸易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就是这个城市当中，我们中文就叫大巴叉，啊，它就是当地语传出来，英文也是这么读是吧？对对。大巴萨尔是吧？对，巴扎尔，巴扎尔。啊对，马来西亚我们也说嘛，去巴萨尔。后来随着这个伊斯兰的传播哈，你像到新加坡还是叫啥？大巴叉尔、巴萨尔。巴萨，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对。印度好像也有这个。啊，对，印度也有哈。这是市集，集市。像马来西亚也有，也是大约是这个发音。是。有的在巴沙啊，巴叉，对。就中国就叫农贸市场。农贸市场，但是新疆也是巴叉，新疆好像巴叉。对。新疆的很多这个风俗习惯呢，和那里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都是穆斯林嘛。对，它这种一个文化习俗的传播呢，它一起跟着它的宗教一起往外传，是这样的哈。哎，所以这个地方哈，先讲讲它这个地方的国际的重要性哈。你看，往北整个就是欧洲，连接着欧洲。西北啊，就是往南呢，大亚洲地区。是。哎。那一块呢，它的左侧呢，就是整个一个很大的地中海。你看周围最有名的希腊，意大利，什么，土耳其也在附近嘛，哈。保加利亚，还有，塞浦路斯啊，对，反正这几个国家非常著名的哈，都在这个旁边哈。哎，所以从这里呢，你就是往上。无论军事还是贸易哈，所以跨这2大洲，就是左右呢都有可发展的余地。
我们今天说从经商来说哈，是，这是一个叫做商业的十字路口，真是，哎，所以宝地啊真是个宝地。啊，而且如果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话哈，它就有山有水，啊，有景有色，还真是，真是交通便利，交通是治安贼好，哦，治安还很好还特别好挺好的哦啊，，哎那不是应该游客特别多，不混乱啊，不混乱。都挺哦，友好，嗯挺有秩序的啊。他们还好很文明，程度高哎，很文明。啊，对，哎，让我们惊讶的是，经常看到警察开跑车，那个跑车也是警车，但是警车又是跑车，啊，那些国际名牌的跑车做成警车，这个地方真有钱呢。贼富啊啊！那有没有人什么公共场合吸烟呢、吐痰的呀？没有。没太注意，很少，没有印象，没太注意。对，他们的卫生也不错，还是很干净的啊。哦，真好。就是穆斯林本身也特别倡导这个卫生啊，对，卫生啊，什么精神文明啊，对，它还是很文雅的。对，真好。你像我们上那个，它有个很方便的电车哈，老电车，对又平稳又安全哈，又贼便宜了。对，你看打出租车，有轨的电车哈。对有轨你比如说你打出租车吧哈，打这一段路段是$10的话对，你要坐这个就1毛钱，是，毛钱对对对又好，就是特别便宜。人多吗？人也没有那么挤，就是还 OK。他但是人挤的话，他也不像过去在我们祖国，他们挤的时候，他们身体不好挤不了。说这个没事儿，还是大家还是照顾的，还是有一定的空彼此是照顾的，是谦让礼貌，对很礼貌，很礼貌。真好。嗯，哦，他的那个石子儿路也挺有趣的，师傅哈。咱们先说大巴叉哈，哦，哎，它这个，因为它是这么一个哈，上下左右都无限连通的这么一个宝地哈贸易，宝地。又再加上呢，在古代的时候，它经历了2个巨大的朝代，都是叫国际一流大国。帝国。第一个前头是罗马帝国，对不对？对对。再往后呢，哎，被这个奥斯曼帝国，被奥斯曼帝国哈给打垮了，哎，那奥斯曼帝国呢就拥有了像过去罗马帝国同样大的那个土地，又是横跨3大洲，整个欧洲像罗马帝国一样，整个欧洲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非洲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亚洲的很多部分也是他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之大，就世界上没有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这么个超级大国了。是这样的。能征善战的民族。对，就是奥斯曼帝国，它就是把那个基督教就变成了伊斯兰教，是吧？对，啊，是把教堂对，整个就他们转换改变了。哎是嗯是，那对这个到变成奥斯曼帝国，大概是500多年前了，那是吧咱明？大概是吧哈好像是。 ，500多年前。那么1453年嘛哈，那之后呢，他这个有个奥斯曼帝国有一个叫超级年轻的君王，哦，而且也是把这个这个罗马帝国当时的就打下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来的这个君王，就是穆罕默德2世，才21岁21岁，咱现在大学还没毕业呢。啊，就是个应该说是乳臭未干的一个小孩儿。还经常这么大的孩子当今哈，经常在妈妈那耍着赖要零钱花的这个年代，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年轻的君王。这个人家的能力可不是吹的哈，哎，没有人打得下这个城市来。他父亲、他叔叔都带着100万大军打这个，就是君士坦丁，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打不了。就是因为它非常城墙非常坚固，对是吗？也可以这么说吧，你只要是人类就没法打进去。哦他修的就这么坚固，哦，就达到一个绝对的状态。就是你要攻击我说，嗨，你那不是自己找死吗？就鸡蛋碰石头啊，就是这个样子。哦，它还有这个图上看到还有什么？这是护城河吗？对，它城墙外面还有护城河。它的陆地的这一面修了个超大护城河，护城河好几米宽啊，好了又贼深哈。对，那往上过了护城河，再往城的方向走的时候呢，有2.8米的城墙，陡坡。就是小河的那个小护河墙。
2.8米，你怎么能翻过去？是的，城上人还往下射箭，对不对？对，对，所以就是实在没法攻。他那个城堡又是十几米高，你没法攻。哎，所以就是说，你就让你打，就是我们不打你，你能爬得上来吗？就很艰难的，就是。最难攻下的城市。对，但是让这个，他叫啥？穆罕默德2世，这个小青年，21岁的青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哈。未来我会讲讲他的故事哈。好，就打下了这个君士坦丁，这个就是他的父亲、他叔叔、他伯伯都输了，就是他围了半年之后把这个城市拿下来。里头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哈，之后我们专门再讲一期哈。对，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他。我不是佩服他的军事能力，我佩服他的心胸和高瞻远瞩。怎么说呢？我记得哈，在无数我们过去中国历史上，很多大将军、大元帅，什么造反的皇帝，对不对？当我打进了我这个最仇恨的这个城市来之后，就烧杀抢掠，对，是吧？对，屠城3日。你看，尤其是在1700年左右的时候，不是三国时期，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刘邦和项羽，刘邦和项羽，当时他们就约定了哈，谁打进咸阳，当时咸阳吧，就是首都哈，谁打进咸阳城，谁就当王，这只是叫当王。成为真正拥有权力的人哈，那么这个刘邦不是先进去了吗？刘邦去了之后一看皇宫呢，秦始皇留下来的，修了几十年，秦始皇没住几天，他儿子住着哈，说刚修好了，叫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阿房宫的豪华哈，据历史的文人去了过的人描述了说，在这儿住一天，死了都不冤，就是美到这个程度。你没听过这首诗吧？那我就一感慨告诉你了哈，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哎，刘邦呢说真是震撼，说这个太美了，而且里头很多美人啊、美酒啊、宝贝啊。刘邦就给他说：“你们先去吧，玩去吧，我在里头得住几天，我好不容易打下来，是吧？”他底下非常好的这个将领呢、谋士呢就说：“哎，大王你不能住。咱们造反的原因不就是秦始皇他们一家子不是太奢侈了吗？咱才打的。说你住进去，你算啥呀？”这刘邦回来说好吧，你看福气好不容易来了，你看又让我出去，说你要想得天下，你得出去。说好吧，就走了，并且还说了，我们一丝一毫都不侵占老百姓，也不去毁坏皇宫，我们走了，住到城外去，叫所谓的垓下嘛哈。到外面去住去了，可是到后来过了2月呢，项羽打进来了。项羽打进来说住进去又是流氓，怎么办呢？嗨，这个气儿没法出，我烧了他，就把这个咸阳城哈给烧了。这个地方的这个烧火啊，烧了整整3个多月，还有人说烧了200天。就是太庞大了，太辉煌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所谓的知名的这些名人将军，那个心胸多小啊！看看这个穆罕默德2世哈，打进了这个当时的君士坦丁，进来之后，进来之前就给他的士兵说了，说我们哈和百姓没有仇，和这个建筑没有仇，和普通的妇女没有仇。是吧？他的国王和咱也没仇，是咱要打他，对啊，这其实有点歉意是咱们，所以呢，别乱杀无辜，别抢东西，哎，所以等他打进城之后，第一件事当天就来到了圣索菲亚教堂里头，一进去给震撼到了，哎呦我的妈呀！怪不得人家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本来觉得自己英雄义士，对不对啊？到了这儿来，觉得咱才是个土包子。别说把它毁了吧，我得天天来礼拜，得供着他。我把我的信仰的神请到这儿来，就这样子。说原来的壁画怎么办呢？画的过去的神和过去的皇帝，对不对？哎，说这样子拿些什么泥巴什么把那个他画的神给盖住，
因为清真寺不能看人脸的，是这样子，人脸也好，神脸也好都不能看到，所以就拿泥巴给它糊住，啊，虽然花了很多钱，咱糊住它照用。你看，这小孩哈，城市里头所有的伟大的建筑全部它是变成咱的了，咱为啥不保护啊？好好保护，好好使用，所以才有今天你能看到1700年的伟大建筑。哇，真是棒！要感恩他的这样的心胸，就这个文明就传承流传下来了。我说他是21岁的年龄，有超过81岁的智慧，老魂转世，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这太厉害了。他很好玩，其实前头还有一个小故事，这不是21岁吗？他13岁的时候，他父亲呢那个时候的苏丹就形同于国王，啊，他父亲一个心血来潮，就是说我不干了，我把这个我的王位传给我的这个小儿子，不是13岁吗？别人一看这香饽饽来了是吧？对，说等他这个王位一传了，隔壁邻国的人听说了，说一个小孩懂什么，趁机打，对，对吧？人家10万大军，自己才2万，怎么打？这个小孩突然间计上心来，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那么第一个内容是说，如果说父亲你赶快回来，这还是你的国家，现在我只是我呢临时代理，帮你管。但是敌人来侵犯，我没打过仗，所以你来来打这个仗来，你来管。说如果你不来的话，第二招出来了，我就以君王的名誉命令你必须回来领兵抗敌。把他老爸弄的是，哎呀，先讲亲情，再讲政治。这个弄得没道理啊。他爸说，嗨，老子上当了，这活还得硬仗还得我打呀。哎，这孩子说行了，你来继续管理国家，我得休息，我要读书，我要练武，所以到20来岁，19岁、20来岁，他老爸说不行，你已经成年人了，重新接班，必须得接班，我干不动了，确实身体也不太好三高问题嘛比较严重，吃肉比较多好了，逼着他儿子接了班了当时皇宫的人都说这个孩子是无能之辈，偏激精神有问题，还差点几次被杀死。但是他的故事以后再细讲好的。所以呢，他呢很快他得到了这个城市，那么也就宣布了这个东罗马帝国从此消失了。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其实早就建立了。就是他占领了这个地方。对，说以后这里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哇，你看建都在这儿。对，所以呢，这过去的这个老的建筑能保留都要保留下来。对，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非常倡导贸易，因为非常倡导贸易，他说我要做成国际贸易。可能用词不一样，他的想法就是这样。是，因为在中东地区很多的地区，它附近的有些高山地区对，比如有很多比如说缺水，它有羊皮、羊肉、羊毛制品，但是可能没有棉花，没有医药，没有丝绸，它要相互交流，所以他们特别倡导贸易行为，这个推广商人经商，在他主持下建立了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叫大八叉，就自由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照片看看，有500年了。就是它的大门它里头的建筑你走进去就是一种超级洞穴，因为都是这种拱形拱形套拱形，不是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而且互相穿插着，非常大。这里头能容纳好几万人。哇，一条一条的。就是这样。那师傅，那你们去的时候感觉拥挤吗？有一点拥挤。你比如靠大门它有很多个出口，很多个进出口。靠近门口附近就会人挤人。对，那个地方租金也比较贵。再往里走就没有那么挤。但是每个地方都有生意。是里头卖啥的都有。卖啥的多呀？比如说卖调料的
外调料香料，各种各样的香料，胡哎对椒、，花椒，哎，胡椒、花椒根本就不在话下姜黄啊，各种泡茶的，因为他们的喜欢哈，喝的茶哈不纯，尤其是很多女生说我要往里加点玫瑰花茶，啊，我要加点什么薰衣草等等的，这各种来进行做饭和煮茶的配料都有，要啥有啥，对，应有尽有。五颜六色的，特别你像我们中国人知道有一个东西特别贵哈，像藏红花，对，在那里，它从那个叫哪个国家？伊朗，从伊朗进口过来，大量的贩卖。这个贵吗我们都喝那茶，还好，贵不贵？咋说呀？哦，哎，这个藏红花怎么也喝茶就是可以啊？泡茶喝可以的，可以啊，你放一丝儿，你用它洗脚也可以，就看你有多少钱。那皇上差不多。对，皇上用的也洗不起哈，大家得骂他，那太奢侈哈。对，所以像各种的干花，不是为了美哈，都是实用的、健康型的调料，啊。还有呢，这个宝石珠宝，对，金银首饰、珠宝类的，金银首饰，中东地区这个黄金出产量比较高，啊，对，各种的宝石当中哈，哎，大家看我现在戴的哈，绿松石啊，绿松石，这个国家呢，土耳其国家并不多，但是英文叫啥呀？叫 turquoise，其实就是土耳其宝石是吧？对，就是 土耳其很像嘛的，对，实际上是伊朗产的最多，是，但是呢，当时往欧洲行销的呢，都是经过土耳其，欧洲人不知道，就以为是土耳其的，对，所以才起了个 turquoise 是吧？就以为是土耳其石，其实哎，对，其实不是它的，哎，我们也采购了一些，对，特别美，对，我们在那采购，还在找当地的手工匠人来加工，银的，当地都是手工制银，非常对精美啊。哦，对，一个一个都是亲手打造的。感恩师傅把这些这么美的这些宝贝带回来跟网友分享哈。是，那我们有福气哈。而且这些宝石都是天然的，就是纯天然的宝石。是啊，特别我听说难得。绿松石一般的话都会是合成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它是这样哈，在那个市场上外行的话，你买到的应该多数都是假的，是，就根本就连一丝松石都没有，就类似于合成材料，类似于水泥加了这个颜色，是那样子的啊。但是呢，那个对峙它就化验所嘛，化验所一化验假的或者用什么做的都能画出来。哎，那我们当然不能去买假的呀，想方设法去买真的。对，那我们就拿到，也是一批一批的拿，一批拿到了之后呢，选最好的哈。你像经常让那个供货商特别生气，比如说拿来了10公斤，我们挑了不到1斤。挑最好的是吧？对呀，因为这是它自然石头哈，往外挑的时候很困难。哎，因为这个石头有很多，它那个铁线当太多了，蓝绿色太少，对，大家不要。我们买回来之后，那同修也不要啊。对，我们只能选最美的。真是，又美又好。对，这是当地所谓的贸易性宝石哈，最多的哈。其实他们本国呢还有一种变色宝石，但是我本来想买呢，就是说，加了很多人为的因素，那经过什么烧制啊、加工啊之后，加的化学料啊，再多处理之后，它才会变色。说算了吧，这个就太不稳定了，不靠谱。还是天然的好。还是松石呢，我比较熟悉。对，因为在青海、西藏哈、蒙古，因为这些大家戴的像蓝色的就是松石。对，那你看在北美印第安人戴松石，对，很吉祥啊。很神圣的石头。对，很美。对，当地的这个穆斯林的老人给我说啊，他这个松石呢，他在过去去打仗的时候哈，能够活着回来的都是身上带着松石的人。护佑哈。对，他们的神如果护佑这是战争哈，那今天咱们是开车呀、出门啊，这个保平安第一，对不对？哎，带个松石保平安。是啊，那比如说你是女人啊，你要变得青春美丽，又健康啊，又懂礼貌，又有魅力，你一定要戴松石的首饰，就让你变得更加美丽
而且还增长智慧，还增加人气，就是走到街上回头率贼多，啊，就是特别多的回头率都来看啊，就是这个是他当地老人说啊，说这个是他们的经典里说的话，对，哎，是这样的，他们小孩子都要带，都带，是哈，对他们打仗的人哈，的妈妈经常把这个松石啊缝到他那个战衣的衣角里头去，对，不丢失嘛。你戴在脖子上甩的可能掉了哈，缝到衣服角里头去，这人就能活着回来，就这个厉害吧？厉害。哎，所以男的也带了这个松石呢，哎，你的财富就会增长，因为你增长了智慧。为啥呢？这个蓝色哈，它代表天的无量的智慧，我觉得也有道理哈。是。哎，正好明年呢，啊，又是这个，对，这个烽火年，明年的蛇年是烽火年的哈。对，那过2天呢，就我会讲这个，25年这个流年运势哈，就会讲到这儿哈。我都很期待呀，师傅。明年的烽火很旺，旺有旺的好处和坏处。那么坏处是呢，容易得病，容易感冒，容易出呼吸道的问题，而且人容易上火发火，一激动，哎，买错东西了。哎呀，做错决定了，是不是啊？买错房了，是啊，嫁错人了，啊，等等的。对，其实人脑子一发热嘛，一发热事儿就来了。对，用蓝绿色来平衡它，所以明年对峙色是蓝绿白。哎，正好巧合吧？所以一切行为自有天意哈。对，也顺便给大家介绍这儿哈。所以他那个大巴刹里啥都有卖，这就衣服，对，什么各种的皮鞋，皮革制品，包，各种各样的包。大家看我桌子上还有那个圆的啊，那是盘子，大盘子。这个蓝色好像也就是，好像那边的人很喜欢这种颜色嘛。对，你看那一个点一个点的哈，你手能摸得到，就一疙瘩一疙瘩的。凸出来的。对，他用手弄着那个釉哈往上点的，是这样，在晾干了之后再烧制，所以这个盘子哈就不适合去盛饭啥的了。没有展示，它是艺术品。对，就是装饰用的。装饰用，你也真盛米饭也可以，那个饭不容易滑出来，那上都是小疙瘩，是吧？那个菜饭滑不出来就挡住了，就是。对，也是留住钱财的意思哈。这里的小疙瘩意思增长智慧，啊，有这个意思哈。对，很美的还是。他们的盘子都挺漂亮，五颜六色的。对，那还有古董，是很多古董啊。哎，给你印象最深的有一项卖的最多的是昆铁，卖的最多的地毯呢？我还以为古董呢，是吗？脑缺氧了吧？缺氧，对，那印象深吧？哈，地毯店儿就是走1-2步就来一个。哎呀，太多了啊！所以它那个附近羊毛出产率多高啊！哈，就是著名的波斯地毯，对吧？对，世界各地都是卖波斯地毯呀。卖地毯的也挺有趣的。我们无数次给引进去他那个店里，对，特热情，特别热情。引进呢？他很热情的说：“你一不小心把你带进去了。”是啊，说你不一定要买，你就来看看。不强买强卖啊，很文明的。哎，给你一张一张的介绍。各种品类的介绍，是我总结大概4-5种哈。你首先第一个羊毛地毯，对啊，当然这里头最贵的是手工制造的羊毛地毯，现在的很多是机器造。对。那么第2大类的话就是真丝地毯，真丝的话就不是化学丝嘛。对，真丝听说是一种虫子吐的丝儿是吧？真丝他们那儿产真丝吗？还是他们进口？他们也产丝。是啊。对，他们的丝还不一样，也是非常的昂贵哟。应该只能叫昂贵，就是软黄金呐，非常贵。真丝地毯，就真丝地毯你千万别摸，一摸就完了。就离不开，爱上了是吧？你就会买带回家了就。我摸了一下之后，我觉得半个魂儿没了哈。哇，那个滑溜呀，那个感觉哈，舒服。它织的图案又很美，完手一摸，哇，这个滑溜的，你说水不是水啊，对吧？宝石也不是宝石啊，那个美劲儿哈，还是清凉感，很好玩吧哈？哎，所以这特别美。那个种，但是丝的呢就比较贵一点，对。但是你一般逃脱不了，你通常都会多少买一个，哎，
对有的地毯就背回来了。他那个卖地毯的特别有趣，有一次我们在那儿，我们一下子可能甩了有20张哈，不停的夸夸夸甩，闹得人都不好意思了啥叫。甩，就给你摊开是吧？哎，就是摊开，他有的时候地毯他两摊的方法啊，是甩，这是甩特，比如说我这里拿了一个地毯嘛哈，对对对，他往外抡着，按照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往啪一甩，他在空中盘旋一下，啪落到地上，哇塞正好是你要的那个长的那个角度上哇，来看技术，而且那个风哈一带，啪，连灰尘一起飞起来，觉得特别有气势啊哦，但是一会儿呢也容易迷眼啊，对，就是特别好玩你说要说不行，我要长条的，有长条的，啪抡起一张，啪落到地上，就是特别热情。的不得了，啊他甩了20张甩地毯，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哈。你买了没？然后我就说，我这来土耳其没想要买地毯，人家怎么说？人家说没有一个人来土耳其是为了买地毯而来的，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不带上一块地毯走。你看，看这说的，那你买哎呀，真有道理我一听，好吧，所以我们每天就坚持着，就是不买地毯所以一定要有定力，我就是不买。你说吧，说死你我也不买一定要有这个定力哈。所以我们给同学少带了几张哈，结果在这一漏，啪就被抢走了哈。我们买了3-5幅地毯，都是买的最精华的，就算了吧，反正我们买过了就可以了，知道是这样子哈。对，真是挺好的哈。对，还有卖古董的哎，师傅，等一下，先介绍一下这个灯。灯。问说这个桌子上这个灯怎么这么美呢？哎，对，这个灯哈也是那里的一个特色的商品了哈。对，这个应该我们中文应该叫做彩色琉璃灯。这个琉璃灯其实说在这个大中东地区哈，像土耳其人做这个灯可是有悠久的历史了。对呀，我们知道那阿拉丁神灯啊。对，我们查了一下历史哈，他们做这个琉璃就是彩色玻璃这一块哈，有记录的，从这个地下挖出来的，都超过了3000年的历史。3000年，而且很普遍。还很普遍。不像在中国吧，只有王爷级的那个古墓里才挖出几颗珠子来吧，在那里遍地都是。所以在就是地中海附近呢，从意大利那边，再到土耳其这面，你到处挖你只要你盖房挖着挖着，就可能出来一个小玻璃瓶，或者一个玻璃的珠子，一查可能是1000年、2000年、3000年，就是这样，到处都有古董。就是尤其是他们的古董之中，值得炫耀的一定是琉璃制品。就是彩色玻璃。对，可贵了。你看，随着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那个建立的话其中这个彩色玻璃的这种作品一下就流向了全世界。随着他们的军事和贸易团队流向全世界去了。所以因为这个彩色珠子玻璃对，彩色玻璃珠，年轻女性多喜欢呢。美啊！你想，你想到的颜色，它能给你做出来。那挂到脖子上，那多美啊！是。对。这些我们图片上看的都是它那个大巴扎里边那些灯是吧？对。哇，各种各样哈。大大小小。就特别有他们那边的那种风情哈。你这个你可以现在你联想到在欧洲人的那个大教堂，通常窗户上那个玻璃，对，说屋顶上露出来那个玻璃都是彩色的，是有的呢拼了耶稣一些神一些照片，对不对？有些一看就是个吉祥图案，对吧？对。所以这个是与这个地中海旁边，与这个土耳其人他们制作这个彩色玻璃的这个历史就有着绝对的关系。他们制作这个彩色的门窗到后来各种各样的制品。我到了加拿大去之后呢，发现老的房子当中，他们做的每一家做的专门有吃饭的饭桌嘛，饭桌上面挂的那个老的灯，有1/3的老屋子里头挂的都是彩色的琉璃玻璃罩，琉璃灯罩，那个灯光一开又温馨，还不晃眼，还觉得好幸福甜蜜的感觉五彩的光，对，非常的漂亮，对，所以到了那里比比皆是，特别的漂亮，
啊，后来我买2个回来哈，啊，一个是美，嗯就挂在我们一个禅堂做个样品了哈。那看见人都说在哪买的，哈哈，真是美，对，很漂亮。真的，现在我们桌子上一个放了一个哈，对，对，很美，各种颜色的，嗯对，所以他们做这个彩色琉璃哈，已经很悠久的历史了，所以今天成为他们一种民族的一个就是文化遗产遗产，啊，现代人也做，做得更广泛了，很美啊，美。嗯，那我们在那里也看到了哈，就像我前面这个，到处都有这样的一个眼睛式的这样的装饰品哈，对啊，在土耳其，对，对，那师傅这一次出去也在那里画了一幅画对，啊，也请师傅就给我们受到那个网友启发嘛，啊对，它有这个环境，当时我都最早的时候我讲过一下那个天珠嘛，对，哎，所谓的西藏天珠的起源地就在这里。不敢说就是这个国家哈，这里的文化是这个中东偏沙漠地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带，因为是民间传说，它和宗教没有关系。其中小孩子没见过世面，比如见到天黑呀，一个怪影子呀，或者一个人脸上抹得黑乎乎的呀，等等的都可能受惊吓。小孩受惊吓之后啊，严重者死亡，再低一点哈，五官歪斜就走形，还有的是脑子就受伤害，对，啊，再低一点呢就有点痴呆，所以这个惊吓很厉害，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办法怎样保护儿童的受惊吓问题。我喝口水啊。对，我记得师傅以前讲过，说这个就是叫邪恶之眼嘛，哈。但是呢，是说你佩戴这个就可以把邪恶的能量给挡走，啊，就它本然后身是很厉害的，然后护佑自己。对对，啊。哎，那昆律师，你在那边看，他们到处都有卖这个的，是吧？大大小小都有，是吧？对，就手串啊、项链啊，还有就像家里能够摆的、挂的呀，这种装饰品，甚至在包包上啊、T 恤衫，对，都有。他们很喜欢这个图案，就从衣服啊、对，背包啊，还有悬挂物哈，比如说土耳其机场，是现代就10几年才建的啊，非常现代化。对。哎，我就留意了哈，就是机场我们进去那个门口上头，每一个门口上挂个那么老大的玻璃的蓝色琉璃做的这个大眼珠子，也要辟邪，好玩吧哈？对呀，镇宅。对，很多在飞机门口也贴一个，你看辟邪。他当地人除了游客之外，当地人也确实是穿戴这些。他真信呐。他们会戴的，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传说，是真相信才会这样子的哈。对，这个就是他。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喜欢红色，觉得是辟邪对啊这样的哈。是他印在他内心的一种行为。所以呢，这样的这个产品哈，叫比比皆是。他不是说忽悠老外的，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他当地人信的。所以我呢就在这个环境的启发下，我说终于来到了天珠的起始地。真是。所以师傅就作画了。我呢也画了一个哈，画了一个这个大眼睛这个图案。能量感。但是就是当时师傅在土耳其画的。对。所以我呢就是，但是完成的时候呢，我是在那个雅典哈，就是到了希腊了就哈，对，哎，画成这个样子。是。哎，这个就师傅给我们讲一讲吉祥的寓意。我呢，其实给他起了个名字呢，不是叫邪恶之眼哈，叫做宙斯之眼。众神之王啊。众神之王，众神之王，众王之神，处于这样的一个最大的神。那最大的神，他这个能量，他的眼睛发出来这个能量感哈，就最强。也是模仿这种感觉，这个邪恶之眼的感觉呢，我也希望是守护众生，保护小朋友，就这个意思哈。太好了。那因此我就仔细研究领悟它这个图案这么简单一个图案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蓝色，就是
这个圆，中国人说是那个圆的，不就是天嘛，对对吧？对那是来自于天，又是天眼。这个蓝色又是大海和宇宙之色。对，其实能量是最大的。就像很多这个火苗的中央哈，反而是蓝色的。是吧？其实是个高能量。是。但是呢，从地球上普通人理解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冷色调，和这个暖色调。冷色调的，你这从这个有一种叫酸碱性来说，冷色调的是偏碱性。比较清净。如果你佩戴这个图案，就是安神壮筋骨。适合孩子和老人戴，还有这个好处啊，只要是能够镇静安魂的哈，这个能量的东西一定是安神壮筋骨的。好啊。所以我当时感慨更多哈，今天说这么多，所以就在那里画了这样一个类似哈邪恶之眼的这么一个画。真的很巧，然后这个颜色呢又特别符合明年的这个烽火年的运势。对，这个旁边的绿色哈，是画的是橄榄枝。橄榄树的树枝就那样子的。它是那个小细条条的叶子。对，代表和平美好，丰衣足食。对，而且还都是连着的，都是连贯的，是这个意思。哎呀，真好。这是吉祥丰收的寓意。对对对。说给大家看一看哈，看一看有眼福了。是，师傅，如果说这幅画还能够做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墨宝 T 恤啊，还是什么其他的法物啊，让更多的人能够有缘哈佩戴上，那就更有福了。因为之前咱们做过不少这个衣服啊啥的哈。那咱们衣服不少了还印吗？你说？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图案我要印的话，我有个担忧哈。那你整个这个图印上去的话，这中间这不透气，它有这个问题。别太大，就印小一点是吧？对。只要那眼睛有神就行。但是印在小提包上哈。对，放包上挺好。那个包包背着也行。如果用考虑一下，也可以用织的哈，比如绣花的，或者弄成个头巾哈，裹在一起。也行哈，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商量。好的。对我们的网友朋友也多提些建议。我们做个啥好哈？对。但是说，如果这个眼睛哈，宙斯之眼，如果产生一点点利益的话呢，这些钱全部捐给我们不指定哪一个机构哈，全部归于整个社会大慈善。比如加拿大医疗系统啊，像北美我们支持这个青年学生上大学读书哈。对。有很多孩子考上了，但是没钱供养。对。我们一直在做着这个慈善哈。是。对，我们这些钱都用于整个社会大慈善。那只有做的人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哈。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哈。对，我们这些年以来，5、6年以来，像在马来西亚一直坚持，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来供养一些家庭比较清寒学子哈，读大学。因为他有这个智商考上了，可是没钱上，是个遗憾嘛。对。所以我们就尽微薄之力哈来供他们。帮了很多人都已经毕业了，走上社会已经开始。所以这幅画我就说哈，承诺呢，说这幅画如果有人想请走，原作请走哈。太珍贵了。原作请走，还有如果把它印制成包包、衣服之类的哈，所产生的真实的利润，全部用于这些大慈善。感恩师父。师父在土耳其，您在那个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喝什么呀？喝什么呀？对。茶。他那儿产茶。土耳其有土耳其茶。对。这个土耳其茶呢，就是叫我喝，其实有点不习惯哈。甘甜中有点苦涩，尤其是那个涩感。是不是就比较浓啊？也浓。它这个也是品种问题。又浓又涩。它也属于红茶系列，对吧？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卖茶可有意思了。就在那个交易市场那个大巴叉里头哈，他们用那个喝茶的杯子都一样的，
就玻璃的细腰，就你跟前放的有个杯子，像个那个郁金香那种。就是一个玻璃杯，中间有点束腰，就是这样的，都一样。那个供货的就是卖茶的人哈，提一个平面的小篮子，里头放的全是这个小茶杯。你只要现在都发信息嘛，你给我提一篮子来，我家来客人了，茶就提过去了。但这个茶哈，外国人要喝不习惯。很浓厚。就是它那就看着好看，你看那个颜色看着都。它不是为了给你看的，好不好看是你自己觉得，但是很浓哦。就是为啥喝这么浓呢？为啥？吃肉。是他们那里哈，蔬菜少肉多。然后每个餐馆都有很多肉食。每顿饭都差不多，就都是牛羊肉多，肉类为主，牛肉、羊肉，对，都有，鸡肉也有。所以呢，多喝茶。你要消化这些肉食和油脂呢，他们就要靠浓茶来协助消化。所以他们也是不可一日无茶。对，其实包括意大利也一样，对不对？那意大利胖子多嘛，他吃肉多，说菜少，所以他要泡这个茶。那么你想起来就说啊，坤婷。没有，就是他这个除了这个浓茶，还有苹果茶。我们经常喝不惯这个浓茶，就要苹果茶喝，挺好喝的。不是苹果汁，是苹果茶。它叫苹果茶。那是什么呀？干苹果泡的。确切说哈，就像刚才我们看那个大巴叉里头那些佐料类的，包括花朵、玫瑰花等等的哈，它都是茶的一个佐料。就是西方人他把这个茶饮哈分成各种口味的，各种口味的茶饮呢，你比如偏这个茉莉花的，偏玫瑰花的，比如喝玫瑰加上女士喝，还补血，还帮助消化，是吧？放了苹果呢，苹果是干啥的？也助消化。保平安啊。保平安。它就是其实要口味儿，并且呢还有一些它这个食疗的功能。所以呢，欧洲人把这个茶哈做了很多带有食疗性的改革。所以呢，你是刚才说的苹果茶只是它的一种。对，是这个意思啊。小他那边人也喝茶，他们喝咖啡吗？师傅？说的咖啡很神奇哈。它那个咖啡哈味道非常的不错。好喝。你在餐馆点咖啡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嘛，没见过。他先拿一包咖啡粉或者拿一勺咖啡粉，放到你这个小茶杯，我跟前那个杯子，咖啡杯就是咖啡杯。瓷的那个。一勺粉放进去，在那开始冲泡。对。冲泡完了之后啊，比如说我们喝完了，我喝的口感哈，其实觉得还比较温和。还可以。OK。口味还可以。以自己的对咖啡的认可来说，它也从国际来说不是最香的，也不是最差的。就是中不溜当中的一种土特色。但是它里头有个很神奇的东西，有个叫咖啡算命。咖啡还能算命？对。那个原理呢，坤提讲一讲呗。好啊。对，我来拿这个杯子演示一下哈，师傅。好的。对，他就是我们就是要被算命的人呢，他就喝完了之后哈，他这个剩下的就是那个咖啡渣儿，很浓很浓的咖啡渣儿哈。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杯子放在这儿，拿这个碟子呢，把杯子给扣上。扣上以后呢，我帮你拿，你边演示。扣上以后呢，有的人算命的会让你这样正转几圈啊。反转几圈啊，跟八卦有点像。对，然后呢，很诚心的，你心中如果想祈求的事儿的话，你就想一下想一下之后呢，就这样子给它往里这么翻过来。朝自己。然后把这个准备好以后，就可以把这个给到算命师了。那算命师看啥呢？算命师这个时候他就可能把这个杯子拿起来，然后他就根据这个咖啡，就是那个咖啡渣在这个杯子上呈现的图形啊，然后他慢慢让这个图形慢慢再这样子流到这个盘子上，他就通过这个图形的变化，他就能讲出很多关于这个对方这个命相中啊、命运中的一些事情来。或者是你想问的事，他都能讲
对，挺有趣的。因为它那个冲泡咖啡的那个粉哈，可能打得比较细，那个粉很细啊，那所以在冲泡之后呢，就留下了那种像粥状的喝粥状的这种残液在这个杯子的底上头，有些甚至是容易就是几乎像粘黏到杯子上一样。对，所以呢，你呢，咱把这个杯子呢，把它倒过来之后呢，它不是自动往下流吗？对，流的时候，它粘稠度呢，就是形成了不同的图案。对，那这个算命师呢，就拿这个杯子上里头内壁上挂的这个图案，他转着看，他觉得，比如说现在我看这个角度，这里像个啥，那里像个啥，最后他有了一些规律。哎，有些还挺准的。那坤提师姐，你去算了没？我算了，你算了，准不准啊？我觉得还算的不错。把他算哭了。真的。对，是。后头还有好事儿的。对。那我们也跟拍一下哈，其中一个觉得还挺灵验的一位这咖啡算命师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哈。哎，我们呢找的路边的人去算。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当地人。据说还挺灵验的。哎，我们会编辑一下之后哈，给网友呈现出来哈。太好了。今天没有哈，是之后哈。好啊。咖啡算命啊。异域风情啊。对。你想不到用咖啡算命啊？真想不到，以前咱老祖宗拿龟背算命，牛骨头算命就够神奇的了哈。这发展到咖啡了，得到灵感，其实够厉害的。你像好的这个算命师呢，虽然他是借用这个咖啡哈，但是实际上他呢也有他的一些修炼，和他背后的，比如说基于宗教啊，还有最原始的拜火教啊，因为人对神鬼相沟通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他的文化的底蕴来支撑，对不对？文化底蕴就是说，你妈和你邻居都是讲的太上老君，你有事你就想到就是太上老君嘛。对。那么他的文化底蕴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当他在做法用功的时候呢，就我们有几个人坐在旁边看着都不舒服，那种能量很有冲击感。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有能量的。对。但是这个能量你不一定是能受得了。是这样子的哈。对，所以就是他借用这个。对咖啡算命来说，但是他自己也有他的灵性。那脾气特别倔，说你要找我算，你必须眼睛盯着我，你还不能走神儿。对，还得盯着他。对，你的眼睛还不能空空洞洞，你得认真对待这件事儿。对。那否则我不给你算。是啊，那我估计盯着他，整个我的信息也就传递过去了。其实在交流讯息。就是他在解读那个人。对他解读的时候要看清你的内在的东西，所以他用了功夫。用了功夫呢，你呢就可能受不了，就是这样。受不了就不舒服，会不舒服，严重的会恶心。是啊。挺有意思哎。挺有意思的，真的。他那里有这个习惯哈，比如说我租了个铺子是咖啡馆，靠路边对吧？咖啡馆里面可能坐不了5个人。但是他利用咖啡馆外面这个街道这个边上放着很多桌子椅子哈，上头这个帐篷挂个雨伞的，客人坐在这个路边，这是他也算是一种文化。对，餐馆也是这样子，都在路边，很少有人坐在里头，就坐在路边。有天气不冷的话哈，就坐在路边，就那个自然的风吹着，真的很惬意哈。对。就整那个街道走起来就感觉挺热闹的，人气满满的，是很好玩。所以那个咖啡呢，你能喝咖啡还能算命，但是不是每一家咖啡馆都有算命师，你要问，甚至要预约才行。而且是好的。那贵不贵啊？算命师傅？多少钱呢？很贵，有10美金吗？还是？有的是，有的可能稍微。他是分这个人要的钱。对，级别。你看我们第一个有人给我们介绍的一个小姑娘哈，她是个大学生，就是你给点钱就行，她也不好意思收钱，说可以不给，可以不给，其实她很缺钱。大学生也出来算命。人家当的一门学问。可以进修的。真厉害。对。挺有意思哈。是。真是。我觉得你正常算的找一点名的，可能我应该不会超过50美金吧。不超过。绝对不会超过。那还
在$50以内，也许10块20块就可以了。差不多。它费用不高。那他们说什么语言，咱听得懂不？那你需要翻译。对，哦，他一般都配英文翻译。是哈，哦，他算命的还自带翻译，就是他们那个店儿里有的就有翻译，就给提供翻译服务。因为你有外国人的话呢，很多人还是通过英文沟通嘛。对呀，对，要翻译。真有意思。挺好的。你说香可吧，说多在森林里溜达啊，所以香可现在一放假就去森林里溜达，说有一种在世情缘等着你哈。在森林里出来。对，森林里头。骑着白马，唰唰就跑来了。对，上次去了就出了个猴哈。嗨，马上封猴啊！哎呦，厉害嘞！对。姻缘的那个英文字母里面有哪几个字母都说了。但是应该说是这样的哈。预言这件事儿，绝对不可能。他说了好几样嘛哈。它的准确度应该超过6.5到7。比如说以往发生的事儿有了。比如说最近他们家里发生某些事儿，他有了。他挺准的。但是有些事儿是没准。没有去森林这件事儿一直没逮住那个人哈。不是这个在即将到来的未来就发生了。说不定还是尽量在森林里溜达。对。是。还挺好玩的。挺好玩。我觉得让我挺开阔我的眼界啊。真是我们听着也是觉得很新奇。他们也很好客，我们觉得土耳其人很好客。好客。特别好客，特别热情。刚才说抖个地毯那个就很好客嘛。哎呀，那你觉得他是为了卖东西嘛？但是呢，土耳其人甚至是正宗的中东人哈，他们就是有一种叫做民俗，就是他们认为说，如果有远方的客人到你家来做客，甚至你都不认识哈，叫做无上的荣耀啊，你的吉祥的时候就来了，所以他。那是不是咱不也老话也有这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亦乐乎是你心里的希望自己是快乐的，是吧？是。那具体现代人说为啥呢？我为啥不亦乐乎呢？我是呼他呀、打他呀、骂他呀，还是对他好呀？没有明确的指标吧？人家说得很清楚。如果有陌生客人到你家来，你这个主人还把你最好的房间腾出来给他住，还不能问他，绝对不能要钱，还把你家的美食要供他吃，还不能问他是谁，还绝对不能要钱，那他们家就是说欢喜和荣耀。他讲到具体指标了，说你一定他好吃好喝好屋好床好伺候。为什么呀，师傅？我在分析啊，人家跟我说的人也没说为啥呀。就他们说他们的一些就是神级的人物告诉他们的，说有朋友自远方来哈，你好好接待哈，你家的好机会。你家吉祥的事情就要发生了。那你想想哈，尤其是在过去连电话都没有的时候，铁路也没有的时候，比如说20公里之外的，或者50公里之外、100公里之外的，越远带给你的讯息，请问当中有没有商业机会啊？有没有军事的讯息啊？有。就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讯息。有没有互补的商品呢？有。这是不是吉祥就来了呀？是。对呀。信息灵通人士。只有傻帽才把客人赶走，只有傻帽说我就懒得见客人，只有傻帽说你随便到我们家来我就生气跺脚。我之前讲家训的时候就说过哈，聪明的商人，或者是现在还不是有钱的，希望交朋友，要社交，将来要成为富人的人。他的第一件事可以没钱，但是一定要社交。对，社交是什么？交流讯息，不是交配啊。没有对象的交流可以变成交配结婚，但是更多的有智慧的人是交流的是讯息。什么讯息呢？刚才我讲了，你经商的人叫商业讯息，说你们这儿牛羊犯病，对不对啊？对。我们那药卖不出去，机会不来了吗？是。你们这儿都是出羊皮，对不对？我们那有棉布和丝绸。
对吧？你光杵着羊皮大夏天怎么弄啊？对，你看机会来了吧？你说你们这太阳这么大，大家全晃着眼睛，对不对？我表哥就是做墨镜的，而且批发贼便宜，5块钱一副，你卖80块钱，机会吧？你看看，所以有朋自有远方来，全是好消息。那怎么样把这个好消息促成呢？那100公里之外的地方，你敢去吗？你去了也找不着人啊，不能形成交易啊，对不对啊？已经来了个人，你为什么不把他给抓住来？是把它变成3天好吃好喝，你们家房子没让他扛走呀？你其实主要是一个热心服务的热情的心，你开创的是一条发财之路呀，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化呀？对呀。所以他们这个经商的文化哈，友好的文化哈，那非常的普遍。对，那我父亲跟我说哈，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啊，多个敌人多堵墙啊。对呀，对，这个路是什么路呀？畅通啊。我们经常哈，还有我妈说，你说是不该求的人求3遍，不该走的路是走10回呀。这果然是这样子。总要经历。有时候我呢也是有一种叫愚昧的个性，其实我的内心是一个很内向的、不自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低级的人啊。所以就是，工作之后很累的时候，我就懒得去跟人说话。等你们见到那累的时候，算了，这真没有能量了，今天就一定要休息了。所以休息这一天的时候，劲儿还没缓过来，我能去社交去吗？其实我内心懒得给人社交，也不是狂妄自大哈。其实内心的那个个性使然，也叫业力使然吧。我现在我要出去给人说话，还有点害羞呢，看不出来吧？这么大老爷们儿是吧？哎，所以这就不利于财富，不利于交到朋友，对不对？你就少了很多讯息。但是灵活的人呢，一说交朋友，他是自己的主要工作呀。所以我们认识很多的商人哈。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商人，你没见他做生意，他整天交朋友，人家发大财，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特别善交往和善于公关的人哈，稍稍有点头脑的话就发大财了，是这样吧？是这样。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猜测君子哈，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好的利益在里头。对，信息嘛，尤其现在我们都讲是信息社会，信息值钱哈。你看人家这老早就是这么去认为。对，就在这样的引导下哈，我记得有一个网友啊，我认识的网友，他去印度，他是个 YouTuber 哈，到处拍嘛哈，拍印度，他就做了这个实验，他跑这个一看这个人是觉得身上穿的挺干净的，说朋友我能去你家吃个饭吗？那个人高兴坏了，哎呀天哪，真是今天天降吉祥啊！真把他带去了之后，到处就是煽风点火的时候，我家来朋友了，而是个 Chinese 哈，特别好。哎呀，我真的好荣耀啊！他饭没顾上做，他把村里好几十口人叫来，就是荣耀的、幸福的不得了。这朋友吃顿饭走，他都哭开了，觉得你是吧？这个吉祥神来了之后，你怎么能走呢？我得招待你几天呢？你看好玩吧？真的是这样子。对他这个文化影响面很广，所以我们这个脑子呢，经常耍的说，我这个屋里没收拾，不让进来，尤其是女士这样的，是吧？是吧？我的眉毛和假发还没戴上，不让进来，是吧？我的睡衣还没换，不让进来，你赶快换了之后进来呀，是吧？财神爷来了，你拒绝吗？对不对？所以以后睡觉的时候戴着假发，好吧？睡觉之前画好眉毛，以防天降的客人来了。对，客人随时来。所以他们特别的好客。从商店，你以为他拉你来是卖东西吗？其实你和每一个这样的人交往哈，除了他有点自闭的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他特别的欢喜。是。我觉得这个与他们其中特别崇拜的一个神有关系。是谁呀？莫大师哈，哎，我就不方便说了，他是个神哈。哎，他在教化大家的时候啊，就是这样，一定，你要想发财，
你也想获得吉祥，你也想转好运，就一定对客人好一点。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哦。好。这是中国的先祖在说：“有朋自有远方来，不亦乐乎。”说其他的你自己去悟，是吧？是。这个教学啊，他留了2招。这悟性慢的人说：“嗨，我就不乐乎吧，就闭着眼睛自己享受算了。”不是这样的，要具体啊，要热情的招待客人，而且还不能瞎打听，不能说你是不是富人呢？你是不是富商啊？你到底啥目的啊？对，你这些都问了，对他好的话，你说是快吗？是。那时候其实我是流浪的呢，你还会对他好吗？按他们的教法说，一样对他好。不要问高低贵贱。如果一个商人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不发财算怪了，对不对？老天都不乐意啊，一定让你发财。对。所以咱们今天我们的能听我们这堂课的朋友们，有这个心态做生意的话，你不发财也不可能哈。对，所以一定会发财。听完我们这堂课的说到发财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我呢会加持我们所有的有缘的朋友哈，在最近1个星期或者最近这1个月都要发财。收到。发财。收到。发财。收到。肯定的哈。收到。叫做意外之财哈，每个人都会发。感恩师傅，一会儿回家低头看地啊。哎呀，低不低头，财富一定会来到你的口袋。哇。对。感恩师傅的教法，感恩师傅的加持。那您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饮食哈也挺有特色的。中餐馆怎么样啊？没有。我们一共找到2家哈，一个是比太上老君的天都高，就贵的超离谱。比如说地方这本地人的一餐饭没有一个乱要价钱的，没有，非常经济实惠。我们比如说吧，5块钱吃了一份饭哈，非常的丰富。那有一个老外学了2句中文呢，做的那个中国菜，就说你吃这一个菜的话也吃不饱吧，大概得超过35美金，就比人家贵若干倍5倍以上。就是这样乱要钱。还有一个餐馆的话比它好一点，25美金。那为啥咱不是中国人走到哪儿都开餐馆吗？怎么没开到那儿呢？那里中国人少。还有那里中国人呢，也有是去了是干别的生意，比如有钱人吧，投资房地产，是吧？投资贸易，是吧？炒房子哈。那中国人一般都是炒房团嘛哈。但是呢，很少有中国人投入具体运营挣钱的业务。但这是个商机呀。商机呀。我会介绍我们中国有心的同修哈，到那里开餐馆。我们比如说开个兰州拉面馆，其实什么怎么拉出来他也不知道，这东西只要调味不错，不放猪肉，这都是通行的。这是非常好啊，就没有。比如大大方方卖水饺，我们觉得这个专业也好，卖面条就是面条，卖水饺就是水饺，那多好啊，对吧？反而容易经营，容易管理，你就发财了。在那里卖饭没有横掠的要价钱的，这一点呢，在那里你觉得你就放心，就他们这种风格的餐馆没有乱要价钱，都差不多。这是他的一种修养啊。经商环境是不错的。对，居住环境也特别好啊。我去了我都想住在那儿了。房子贵不？不贵呀。不贵。但是我也听人说哈，最贵的在那个大海边超级大别墅哈，都达到5000万欧元。5000万欧元其实就是6000万美金吧。那估计都得马斯克那级别买的了。就是超级富豪的，5年去住1天的这种别墅，平时都是保姆住，其实就给他家当保姆的人反而免费住那个房子，还得发工资。其实这样子，这天价的房子也有，因为非常的美景啊，那么又不是很冷，冬天也不冷，夏天也不是死热哈。对，这样的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那咱老百姓住的呢？从5万美金开始。5万美金就能住，就能自己买房子了？还是新房？是公寓呀。咱们说的公寓楼房嘛哈，比如说2室1厅，从5万美金开始算起，还是新的。您说的是伊斯坦布尔还是土耳其其他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从5万美金开始。我给大家介绍这些网站哈，这些网站这些公司我都没去过哈，在网上拿来的。
你去看看那个价钱。对，但是呢，有些比如说位置特别黄金地点，是不是啊？那个地方特别的底下是超级商业街，你在它这个楼房的这个楼房结构也比较贵嘛哈。有保安呐、这各种石头拼的呀，所以它又贵的时候，它造价就贵了。所以贵的房子的话，比如说$100万的房子也有。我现在说只是楼房里头哈，$100万的楼房的话，我觉得也到了天花板了，到了最顶尖的了。是，那在加拿大呢，在我们禅堂这个城市呢，叫 Richmond 啊，那里头也是，如果是就是两室一厅，两室一厅哈。1000平方尺是多少米呀？100平方米，最多算100平方米哈。你这售价多少钱吗？70-80万吧。不是，现在新盖的已经达到了100万加币，就是$80万。现在到了这个价位。可是，在伊斯坦布尔呢，这个呢，就是如果不是最冲的位置，100平方米，从$5万开始。那我觉得哈，如果$20万就算买好一点的了。哇，大概是这样。比如说喜欢家里钱多一点嘛，对，比如说我用$100万买个别墅，还看到海景，没问题。相当好。我找网站贴在这儿，像可贴2个网站卖别墅的，从到几百万的别墅到几十万的别墅都挺好的。你上头看他那个图片，每个位置都给你拍到。哎，对了，还能移民呢。还能移民呢，我都想移过去。投资移民是吧？其实叫啥移民来着？应该算投资移民。投资移民，对，投资移民啊，叫黄金签证，黄金签证啊。哎，我跟你说哈，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有很多的移民其实不是移民。你比如说马来西亚有个叫第2家园计划哈，你是花了一大笔钱去之后，比如说你的护照还是你本国的身份证护照。只是贴了有一张另外一个证件说允许在马来西亚居住10年，但是你也买了这么多房，存了这么多的款，而且你自己还不能工作，但是你的本国的身份护照永远都不会变，因为它不是移民国。但是土耳其他们做事不一样，超大方，贼大方，贼牛了。你花$40万买了个房。或者花$50万存到他的银行，钱还是你的哈。对，这个你不用担心被骗哈。如果人家找的这种帮着办的公司路数是对的话，最后钱都是你的。买了房，这个房产永远是你的。对，永久地。永久的。而且，只要1年之后，你也想变成土耳其的公民，公民就是变成他的国民了。你有选举权的，护照、身份证都是土耳其。哎，只一共1年时间，投资40万到50万就拿到了。而我在看这个移民的各个国家来说哈，干脆利落的。这是除了那种小渣渣国，从来我们都不知道的哈，那个太危险了。有没有这国家都不知道哈。但是我也确实见过那种小护照，但是土耳其这么大一个知名的国家，40-50万，1年之后直接拿护照。而且还带家人嘛，哈。当然全家，不是一个人。对，哎呦，那真好。全家。就是这样。他那个投资是放3年。3年。放3年。3年很快，一眨眼就过了。你买个房子其实也是自己的，房子也是自己的。对呀。对。挺好的。真好，这住的也好，风景也好，吃的也不贵。对。然后又是一个贸易中心。哎呀。对，还能。接下来我都到退休年龄，我想我到这儿退休算了，这个真挺好啊。我挺喜欢那个，首先那个风景，那个人文都很好。我也比较勤快嘛，早上起床早哈，一早5点钟就有人开始唱歌，哇，觉得对，就是把你吵醒了吧，也该起床了，闻鸡起舞，开始练功，真挺好。文化我也是，在马来西亚也经常听到这种哈，心里还是挺恭敬的。对，挺了不起的。说他们多勤快呀。是。对。那这儿这么好，师傅，未来我们会不会在这里开禅堂啊？我真想了呀，一定的。我真想啊，我先租一个挺好的一个大房子、大院子哈。适合禅修的。对呀，里头一个是能住的，还有特别大的厅适合禅修啊。我跟你说哈，比如说
禅修7天，旅游5天，这多好呀！那咱世界各地的这个同修弟子都可以来。哦，对，各个朋友都可以去，真挺好的。你冲那个风景，你都该去。对，光冲那个索菲亚教堂，你也应该去参拜一下。是的，真挺好。行，我去，谁来了朋友就歘一抖地毯。对，它那个天气气候又好呀。哎，你说又有海，还不潮湿，对，是吧？真特别好。是，难得呀。难得。好的，咱们开一个是吧？开一个。好，太棒了，感恩师傅啊！不客气。其实我们很早就看见师傅 Facebook 上有贴这些伊斯坦布尔的照片呐、什么的哈。对。哎呀，今天终于听到师傅讲一讲这些见闻，这么精彩，好玩。对，心里痒痒哎，很想去哎。反正从人文到建筑到历史到现在的文明哈，都非常好。太好了。它还是民主社会。是。哦，政治还民主。哎呦，当地电视台哈，就有一派说这个现在咱们总统不错，有另外一个电视台打开就骂总统，说这个大骗子啊，怎么的就是骂。啊，这就是民主嘛。对，民主啊。对，有说话自由的权利。你当总统就经得起大家骂。就是。做得好，大家就夸呀。挺好的哈。挺好，挺好。对，我记着拿破仑好像还说过一句关于赞美这个城市的话，是否？哦。拿破仑说啥？拿破仑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哦。在中心，看多高的评价呀！我们的见地差不多啊。真是。拿破仑境界。拿破仑也喜欢这里哈。对，真是好。很好，很好，感恩师父。所以我的一路见闻了哈，这只是说在这里讲了一个总体的概念哈，真是不错，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人家也没给咱钱，咱干嘛替人做广告啊？所以我们给我们网友朋友介绍的时候，都是如实的、真实的自己的体验。不管说别人说这个地方好坏，但是我们的体验是挺好的，就是这样的哈。综合的都讲了一下哈。好，感恩师父。是。师父一开场的时候说让我们听到后面可能会有福利。对。到这个环节了吗？到了。到了。好。之前我发了个帖子哈，我说欢迎我们的朋友们给我提议一下哈，之后有哪些话题哈，让我们来讲哈。对。很多热情网友都提了很多很好的哈。来，你们俩帮着说一说。是。对，其实当中，你像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旅行见闻哈，其实当时很多网友都有提就说特别想听师父讲一讲在伊斯坦布尔的故事去其他地方的这个旅行见闻。也有网友呢有提说是就是想要听师父讲讲流年运势哈。对。就蛇年要到了，蛇年的话不同的生肖他们的运程怎么样对。那也有网友想听关于如何提高我们的情商还有好像想听那种创业成功故事，是不是？对。其实网友们还是很用心的，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有想听面相的。对，想听面相，特别喜欢听师父讲面相。对。是。各种这个提议都很好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不分层次先后，好吧？有10几位网友哈，给这个提议的。我们送个小礼物，并且这个礼物哈是从伊斯坦布尔那边买来的哈，旅游路上买的哈。是什么好东西呀？眼睛的帆布包，真好，好玩吧？太美了，又美又实用，对，有师父的加持。是。帮着我读一下名字呗，获奖名单哈。但是我们邮寄的人哈，不是对号一个一个的对着这个，不是对着这个，都是师父买回来的这一些。对，一个是有这个哈，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礼物哈，因为这个包也不一样，好几种花色的，那么来再给我拿一下包，哇，咱们网友太开心了，你看还有点彩色的哈，彩色的也是眼睛，对，还有很多只眼睛。对，就以此类推吧哈。我们这个礼物呢，就是不对1对1的了哈。但是呢，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是会这次获奖的有得包包的，还有一种很好的吉祥物哈。
手串呀，看，对，这个眼睛啊好美啊，这个。这就是土耳其人，这个很特别啊。你去某些网上买的不一样，从表面形式一样哈，有很多这个上的这个眼睛哈，我们这个是琉璃的，琉璃的。里头这个眼睛是琉璃，这个白色的金属链呢是925银哦，啊好了，绝对的是。那么在网上我们也查过哈，很多上头这个眼睛呢其实是塑料的，哦，我们这个是彩色琉璃的，那不真一样啊。材实料。这是在土耳其定制的，土耳其定制的哈。所以这次获奖的朋友呢，有人会得这样的小手链，哎，有这样的小手链哈，特别好。对对对，还有彩色的哈，你看，这个是你看有不同的颜色在上头，哎，这个也是有不同的颜色在上头，对，对，也更多的是比较蓝眼珠的啊，蓝眼珠的都有哈。这样的话，有的人获奖者呢得到是这个链子哈，哎，那有的人得的是这个帆布包哈，啊，都很哎好。，非常感谢大家哈，给我提出这个美好的建议哈。那么美好的建议我都采纳，采纳才有得奖哈。感恩师傅，谢谢哈。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那我们获奖者我们会贴到我们脸书上哈，大家就到脸书上来找自己的名字啊，然后可以给我们发邮件哈，来写出你的地址，邮寄地址。非常感恩师傅。会有个别呢，还有个别人呢会获得呢。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哈，像它是银链子银项链加大号的眼睛，这是坠子啊，在脖子上用的哈，坠子，好吧？好看，这是2个哈，这个不是一个的一个花色，这是2个挂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个小一点的。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哈，太开心了。那今天师傅还有一个好消息，哎要跟网友们分享，对吧？是啊，你先替我说。对。什么好消息呢？好消息，对，就是我们呢，要在网上啊征集一些有缘的人，来为我们提供非常精彩的内容。对对，这个内容呢，它包括有文字形式的，也包括是视频形式的。对对，那我们穿插着说哈。对，比如说呢，你有特别善于讲故事，因为你的故事总有个来源嘛哈。比如说，哎，就是你的家人告诉你的，哎，或者是说你所经历的，或者是你的朋友所经历的，但是呢，这个故事哈，一定要有意义，还有内容呢，跌宕起伏，啊，要精彩，要细节丰富，要细节丰富，对，听的时候呢，让人呢能投入，是能投入感情哈，对，这样完整的故事，最好是文字。它已经是文字了，你最好是完整的一篇故事，哎，你觉得好的话呢，对我会征集哈，对，那之后我们会用啊。那师傅说的这种故事，它是什么类什么题材的？比如说是鬼故事啊，还是咱们禅修受益的故事宏观哈，宏观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绝对的定位在故事上来说啊，是因为我们一般不会涉及到政治或者其他宗教的。那除此之外哈，当然也不能去涉及到什么黄色呀、什么等等的，那不健康的啊，公众不适合传播的不行。就是正常人间的故事，但是故事听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或者受启发，都是可以的。长见识。对，但是故事呢要完整，要不然是我们帮着你编呢，那不行哈。对，你提的故事要完整。对。那么再一种呢，就是视频形式的。对你拍的这个故事的人物，像模像样的，真是在发生这个故事。对，然后你会拍摄，也会编辑，就出来之后又完整又很好，并且呢是没有在其他的网络平台发布过的。就是原创的。对。就是没有，不是从别的地方抄袭来的哈。对。没有发布的。或者是确实是自己创作的，但是自己没有用过，没有发布过。但是视频类的呢，不仅仅是故事，它就是一个小事件，很有意思。是。
好玩的事儿也行。对，一个简单的事儿正好赶巧了拍到了，觉得有价值有意义，我们都可以征集哈。好，那整体来说呢，比如说还有一种像那种民俗的，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比如说结婚，很有特色。其实我在网上我就看了，哪呀？是贵州啊，一个山里的结婚吃大席，我整整看了2个小时。拍的真好。拍的人也有意思，和每个桌敬酒，完了之后呢，用那种所谓唱歌的形式，一喝了酒了，经常记错，唱错了再罚2杯。对，所以最后从这个唱歌罚酒，最后到跳舞，喝晕乎谁都放开了，整个很有意思。完了之后斗新娘斗新郎，最后他家那个什么老公公出来跟着闹，这真实，不是表演。我整整看了2个小时啊，我都把这个睡觉的时间放弃了，我就追着看，我好好玩啊！比如像这一类也可以，很放松啊。就是文化民俗的，地方特色的。对。对呀，是你这地方有那个像东北人跳绳的，对吧？他跳绳不是表演，他真给人帮着解决事儿的。是。你拍的比较完整，也是可以。或者马来这边有鸡童啊，东南亚的鸡童啊，哈。对对对。比如说神秘的事件的，还有民俗的、民俗文化的、习俗的，还有特殊事件，甚至灵异事件，但是比如鬼故事也可以。说可能有一类可能不一定会能够做到完整，比如说，我那天正好看到一个 UFO， 我能拍一张照片可能就不错了。也要。也要哈。这个就不是民俗了，这叫特殊事件。特殊事件不具备故事性，但是它有视觉价值，有事件的本身的价值。对，有个小孩我在网上看到的，有个小孩呢，从他那个儿童睡觉那个小床，他父母就在旁边大床上睡觉。为了监督这个小孩啊，生怕他出危险呢，就放了一个那个小镜头呢，盯着照这个小孩床。这个小孩呢很调皮，就他那个呢，他在他的小床里头把他那个枕头和被子都垫高一点，后头就是他的小床的那个床的一个挡板，他挡板腰往后一折，就屁股一翻就过去了，到他爸这个床这儿，再站他爸的床这儿往后一翻，又跑自己小床里去，真厉害，来回翻了5、60次。孙悟空。哎呀，逗得我开心呢哈，是解压就是小胖墩儿裹个小尿布这个没法编的。对，这就是他们家的监视器镜头拍下来的，真的好玩。对，所以这都很有价值啊。对，就很自然的。对，那你也不用的话就浪费了。是。对对对，我还看过是老2口吵架的，其中，有一次每一次男的都认输嘛。有一天，他儿子礼拜6来看爸爸。这爸爸呢就在厨房门口说：“你煮饭那么难吃，你以为我不说你吗？从年轻你就欺负我，我也得欺负你。”他儿子过来到屋里一看，说：“爸，我妈出去了。”说：“他出去我才敢这么说呀。”这不是表演，这是真的。哎呀，解压呀！好真实啊！对对对，所以有一些你现抓的一些东西哈，它又不是表演，真的很好。它不是故事，但是真是有价值。这些咱都需要。从故事到事件，到一个短视频，甚至是特别美好的风景啊，特别不一定说美得不得了的建筑哈，很有特色的建筑啊，甚至是我们有回忆性的想到像我们某个地方家乡的那个老房子、老屋子那个结构啊，其实都是美的呀。就是你心里其实拍摄人自己懂得这种审美。就是旧有旧的美，土有土的美，是吧？现代有现代的美，但是你拍的时候，你心里要有这样的一种审美的感觉，你才知道说，我拍到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美的感觉，真好。甚至这刮大风的时候，就有人就是那个也是监视器的那个这是 CCTV 的拍到的，把那个人都吹起来，抓这个树。它就像电影一样，整个人体都横过来了吹的。
当时海南就是前2个月，海南有大台风路过的时候，就是吹成这样了。哇，不是好看啊，就惊险。对。我都想给分享出去，但是也有人提醒我，那师傅你总在会分享一些那个灾难言论，是不是人家会容易攻击你啊？说嗨，算了吧，我再想想吧，一忙活就放下了，就是。对，那我们其实后头又去日本啊，哇，日本有很多感悟。哎呀，日本很多伟大的人物哈，比如佛学很多伟大的人物，这都是我的践行之中知道的，我都会给大家讲的啊。对他那个文化的刺激带给我的哈。对，所以呢，大家呢，就是你呢，尽量提供你这样的东西哈。有些人，我们的朋友们、网友们，有很多人特别善于讲故事。我觉得你能说就不如能写哈。希望把你能说的故事变成文字哈。哎，最后呢。我们觉得可以的话，我们还通过有个联络方式哈，你给我看看，我们不会侵权的。如果觉得我也觉得好，我们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谈一个价钱，买下来，这个价钱叫做国际价钱。不管你在收入低的也好，收入高的国家也好哈，你觉得这个价钱还是比较适中的，比较合理的啊。这样的话。你可以业余时间下了班都可以做的一件事儿，对不对？哎，咱们一旦录用的话就好了。到时候呢，我们和你签约，你这个东西就给我永远的一个版权，就是这个作品的永远版权就卖给我了。比如说这个价值$1000，就给你$1000，就来有禅堂地方领现金，或者你给我们账号给你拨给你钱都可以，很简单的事儿。你可以攒1年拿1次钱也可以。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征集这样的所有的朋友啊，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撰稿人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摄影师。太好了，感恩师父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对，其实很多朋友都可以远程来做我们的一些特约的工作。对，还有一些特别年轻人特别善于上网看事儿的人，你也有赚钱的机会。我们比如说。名人出糗事件啊，这就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你都拍到的，不是你拍的啊，你把它搜集编在一起，我们就可能去购买，就是这样，所以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哈，听听今天我讲的这一段哈，如果你有心的话，咱们可以合作一下，好，使得整个这个网络世界哈，让大家不出户便知天下事，会很好玩的。感恩师父有这样的机会。好的。对，那就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积极参与哈。是。觉得还有问题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哈。师父讲得很清楚。对。那这一类的讯息联络方式的话呢，我们会贴出来哈。是。接下来。和那个 email 都有。对。有一种可以进行通讯联系的哈。对。直接可以通话和发信息联系的。那个叫 WhatsApp，对，去扫那个2维码是吧？你就可以下载安装。对，还有呢，再就是信箱，驼队803对 gmail.com， 这个网友们就是截个屏拍个照，是记住了，不然的话，过后直播过后的话，在 Facebook 上也会登出来。Facebook 上单另会贴出来。对，大家也可以广为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分享这样的好消息啊。是。那咱们呢，今天讲的内容差不多了哈。真好，真精彩。好的，谢谢。还有这么自夸的吗？还？我没去过呀，师傅，我听的真的是心里痒痒的。我在那儿是热血沸腾。是我觉得不行，我得移民过去啊。这真是挺好玩的哈。是，有机会我们一定也要去一下。世外桃源呢。真好。今天是礼拜几啊？礼拜五。礼拜五哈。那大约预计呢，这个礼拜天呢哈，我们有一个特别精彩的直播内容。特别的精彩的哈。透露吗？就是明年的流年运势。哇，那一定要涉及到所有的人。好的，各种属相啊，对，要听的。当然呢，各种属相的呀。对。真的是要听听我们的事业、财运哈。对。婚姻、情感。是。各方面的运势如何？对，以及对治的方法。还有明年整体的全世界的这种大的一些运程哈。对。我们要知道的、注意的。对。感恩师父。好，那咱们就是周日见吧哈。好的。
好，祝大家健康快乐，收到，如意吉祥。收到。那我们周日直播再见。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